欢迎来到深度大师课。今晚我们要探讨一个这个时代最迫切却最常被忽视的灵性与神经科学危机。看看你手上的那个发光的小荧幕，它不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更是一个精密的能量黑洞。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注意力经济彻底绑架的世界，无数顶尖的工程师与心理学家日以继夜的工作，只为了一个目的：骇入你的大脑，尽可能地榨取你每一秒钟的注意力。在量子物理学的视角中，注意力就是能量。当你将注意力无意识地倾注在无休止的短影音、无意义的争吵与虚假的精致生活中时，你正在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能量免费输送给巨大的演算法矩阵。这种持续的能量流失会导致你的个人能量场变得极度稀薄与破碎。你是否经常感到莫名其妙的疲惫？即便你一整天只是坐在沙发上滑手机，这种深层的灵魂枯竭感，正是因为你的能量早已被彻底抽干。我们变成了一群灵魂离体的现代游魂，肉体虽然还留在物理空间，但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量子振动频率，却全都被困在了那个虚拟的二维维度之中，无法自拔。这是一场对人类意识完整性的无声掠夺。你的大脑在海量碎片的冲击下，失去了深度思考的能力，你的专注力被切割的支离破碎，就像是一面被无数次砸碎的镜子，再也无法映照出完整的真实世界。而更可怕的是，我们甚至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打造这座名为永远在线的无形监狱。我们害怕错过任何一条讯息，恐惧被虚拟社群遗忘，这种错失恐惧症 FOMO 成为了锁死这座监狱的最后一道密码。那么，如果我们按下暂停键呢？如果你勇敢地将这部设备关机，彻底从这个巨大的矩阵中拔出插头，哪怕只有短短的24小时，你的身体与心灵会发生什么奇迹般的变化？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休息，这是一场深度的自我重启，是一次夺回生命主权的量子级别的革命。接下来，我们将从科学与灵性的双重视角，为你揭开这场奇迹的序幕。第二章：神经科学视角。当你放下手机的第一个小时，你的大脑会立刻陷入一种轻微的恐慌状态。神经科学称之为多巴胺阶段反应，这是成瘾者在失去毒品时的标准生理现象。手机的每一次震动，每一个按赞通知，都像是在你大脑的奖励中枢拉下一次吃饺子老虎机。这种随机的、廉价的多巴胺刺激，早已让你的受体变得极度迟钝，你变得越来越难以快乐。因为长期浸泡在高刺激的信息流中，大脑为了保护自己，下调了多巴胺受体的敏感度。这导致你在面对现实生活中那些微小的、平静的美好时，比如一朵花、一阵微风，你什么也感觉不到。但在断网的几个小时后，奇迹开始发生。虽然你可能会感到烦躁、坐立难安，大脑不断欺骗你，你错过了一封重要的邮件。但只要你挺过这个焦虑的峰值，大脑的自我修复机制就会启动。你的多巴胺受体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重新校准，就像是味觉被重度辛辣破坏的人，在吃了一段时间清淡食物后，终于又能品尝出米饭原本的甘甜。大脑的感知敏锐度正在逐渐回归。同时，你的前额叶皮质 prefrontal cortex 负责深度思考、长期规划和意志力的中枢开始从持续的干扰中苏醒。这片大脑最高级的区域终于有时间进行深度的信息整合。你的专注力网络 TPN 不再被演算法随意劫持。你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平静地读完一张纸本书，可以专注地听完一整首没有视觉刺激的古典音乐，
大脑的算力被完整的交还给了你自己。这是一场神经层面的大清洗，褪去数字毒素，你的认知负荷大幅下降，你不再需要去处理几千公里外与你无关的灾难新闻，你的神经系统终于得到了一次彻底的喘息与修复。在放下的这24小时内，你正在用物理隔离的方式强制切断那些榨取你多巴胺的恶意代码，重新夺回你大脑的最高指挥权。你不再是演算法的奴隶，你是自己神经网络的国王。第3章，量子纠缠与信息过载。从量子力学与能量学的维度来看，数位排毒的意义更为震撼。每一次你在网络上浏览他人的动态，你都在与他们建立一种微观的量子纠缠。这意味着你正在无意识地吸收无数人的情绪频率。网络上的愤怒、焦虑、嫉妒、炫耀，这些低频的能量波会透过你对荧幕的专注，毫无阻碍地植入你的个人能量场中。你以为你只是在看新闻，但实际上你是在允许这些无形的信息吸血鬼吸食你的以太体。这就是为什么在长时间滑手机后，你会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灵魂沉重感。当你进行24小时的数位排毒时，你实质上是在挥剑斩断这成千上万条有毒的能量锁。这是一次极端强效的能量场净化仪式。你切断了所有向外泄露能量的隐秘通道。随着这些外在干扰的消失，你的能量场不再像一个千疮百孔的破水桶。你内在的生命力开始回流，你的气场会以肉眼不可见的方式迅速变得饱满、明亮且充满张力。这是一种绝对的信息进食。当你的意识不再被塞满各种廉价的观点、虚假的完美与无关紧要的八卦时，你的心灵空间会突然被清空。这种突如其来的空旷，一开始可能会让你感到恐慌，因为没有了数位噪音的掩盖，你将不得不去倾听你内心一直试图压抑的声音，你的焦虑、你的悲伤、你的孤独。手机原来一直是你用来逃避面对真实自我的完美止痛药，但请不要害怕这种安静，去面对它。当你勇敢地凝视这片心灵的虚空，不逃避，不掩盖，量子层面的转化就会发生。那些被压抑的负面能量会因为被看见而逐渐消散。这就是排毒的阵痛。当你穿越这层不适，你将迎来一种极度纯粹的清明。你的直觉会变得无比敏锐，你不再是那个被舆论随意摆布的木偶，而是重新成为了一个拥有独立灵魂的个体。第4章，道家智慧，虚实生白。庄子曾说：“虚实生白，吉祥直指。”这句话完美地诠释了数位排毒的最高境界。一个空出来的房间才能够容纳光明的进入。我们的大脑就是那个房间。当我们被无尽的讯息塞得满满当当，心中充满了执念、评判与资讯垃圾时，生命之光根本无法照进来。我们活在一片由资讯过载构筑的黑暗之中。放下手机的24小时，就是一场刻意为之的心债。你不是在失去什么，而是在主动创造一个巨大的虚。在这个虚空中，你那被过度消耗的元神终于有了喘息与凝聚的空间。道家认为，过度使用感官，看荧幕、听杂音，会极大地耗损生命本源的精气神。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外在的繁华与喧嚣正在不知不觉中摧毁我们内在的觉知系统。当你彻底关闭向外搜寻的感官雷达，一种奇妙的反转会发生。你的觉知会向内收摄，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你开始真正的看见自己，听见自己，感受到自己身体的每一丝细微变化。
在这种深度的宁静中，你不再是那个为了追逐下一个多巴胺高潮而疲于奔命的瘾君子，你化作了一泓平静的湖水，泥沙逐渐沉淀，湖面如镜子般倒映出宇宙的浩瀚与真理。这时，生白的奇迹就会显现，无数的灵感、创意与深层的生命洞见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刻，如同黑暗中绽放的烟火般涌入你的脑海。这不是思考得来的，这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智慧。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与思想家都深谙这种在极致的留白中获取高维讯息的秘密。当你放下对资讯的病态控制欲，你才真正腾出了双手去接收来自宇宙源头的馈赠。24小时的断网就是为你的灵魂打造一间无形的净室。在这个神圣的空间里，你停止了所有的消耗，让生命力重新回到饱满圆融的初始状态，找回那个本来面目。第5章，高频共振，重启与地球频率的连结。现代人长期处于 Wi-Fi、蓝牙和手机基站的密杂电磁场中，这就像是一层隐形的干扰网，彻底屏蔽了我们与自然频率的连接。地球本身拥有一种被称为舒曼共振 （Schumann resonance） 的基础频率，大约是 7.83 赫兹。这被科学家称为地球的心跳。人类的大脑在深度的放松与冥想状态下，脑波频率会与之完美同步。但当你无时无刻不盯着手机时，你的大脑始终处于高亢的贝塔波，甚至极度焦虑的伽马波状态。你与地球的心跳完全脱节，这也是现代人集体焦虑、失眠与免疫力低下的深层能量原因。当你执行24小时的数位排毒，并最好能走到大自然中，脱下鞋子，让双脚接触泥土时，奇迹的同频共振就会发生。你正在移除那层人造的干扰网，将自己重新插入宇宙的能量插座。这是一种宏伟的重新校准。你的神经系统会逐渐放下警戒，你的脑波会开始降速，进入平静且极具创造力的 alpha 波，甚至深层修复的 theta 波。你开始与整个宇宙的呼吸同频。在这种高频共振中，你身体的自愈能力被全面激活，细胞开始加速修复，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大幅下降。你感受到的不再是那种紧绷的兴奋，而是一种深沉、稳定、无法被撼动的喜悦。你的气场会变得极度清澈且强大。当你结束排毒，重新回到现实世界时，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轻易激怒你的网络言论，现在根本无法穿透你的能量防护罩。你变得百毒不侵。放下手机，其实是放下对这个喧嚣世界的过度抓取，放下了那种虚妄的控制感。这是一场回归本源的伟大仪式。你证明了，没有那些虚拟的点赞与关注，你依然是一个完整、完美的存在。给自己1天的时间，切断所有的无形枷锁，去感受一阵风，去观察一片叶子的纹理，去真正的注视爱人的眼睛。在这24小时里，你不是退出了世界，你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新参与了真实的生命。第6章，安然入睡。现在，请完成今天最神圣的动作，将你的手机关机，或者把它放在离你卧室最远的房间里。今晚，你的床铺是一个不受任何讯号干扰的绝对圣殿。让自己舒服地躺下，闭上疲惫的双眼，深深地吸一口气，感受那没有被荧幕蓝光污染的纯粹的黑暗。这份黑暗不是恐惧，而是宇宙最温柔的拥抱，是孕育一切生命的子宫。缓缓吐气，在心里默念：我现在关闭所有向外接收讯息的天线。全世界的喧嚣，别人的期待，未回复的邮件，在这一刻起都与我彻底无关。
我允许自己完完全全的断开连接，感受你的大脑，那部日夜超载运转的超级电脑，现在终于可以启动它的降温程序。感受你的神经元在一闪一闪中逐渐平静，进入一种极度深层的休眠状态。没有任何事情需要你立刻去处理，没有任何虚拟的危机需要你去拯救。你安全地躺在这里，被厚重且温柔的地球重力稳稳地拖着。你的能量正在一滴一滴地流回你的身体。放下一切，沉入这片没有杂音的灵魂深海吧，享受这份你为自己赢回的绝对纯粹的宁静。好好睡一觉，我们在下一个充满觉知的早晨再见。